江明月，你去死吧！我的腿断了！快来人呀！二姐姐从阁楼上摔下来了！姑娘，您怎么样了？您自幼随外祖父学过去拳脚功夫，刚刚明明能避开的。人来了，记住，我的腿彻底断了。右腿骨折，必须卧床休养整整3个月才能愈合，恢复情况未知，这条腿有留下残疾的可能性。夫君，郑武郎虽说不能承袭爵位，可他到底是国公府的嫡出，这门亲事本就是明月高攀了。若是明日让国公府的人知道明月摔断了腿，将来甚至可能会留下残疾。你平日里喜欢舞刀弄枪也就罢了，明日就要出嫁了，没事爬那么高做什么？事已至此，责怪明月已经没有意义。依妾身愚见，眼下还是先想要如何向国公府交代。还能如何交代？国公府何等尊贵，岂能迎娶一个断了腿、恐有残疾的新娘子？我即刻前往国公府登门致歉。夫君，何必如此麻烦？明珠与明月只相差2岁，如今明月这身子嫁进国姑府是不可能了。那咱们何不让明珠代替明月，做上明天的花轿？荒唐，简直荒谬至极！国公府乃是功勋世家，岂是我们江家随意糊弄拿捏的？婚姻大事，岂能肆意替换新娘？你当皇室勋贵皆是无知之辈？夫君息怒，妾身也是为了江家着想。对了，妾身兄长近日连立数功，升迁的圣旨已然敲定，不日便会公示。若是错失国公府这门姻亲，对江家对夫君的仕途，怕是得不偿失啊！我现在就连夜去一趟国公府。你看这些嫁妆，何夫人竟像早有准备，仓促间没出半分差错。可惜二小姐摔断了腿，国公府亲事反倒让给3小姐了。可不是，真落残疾，她这辈子难了。姑娘，外头都在笑话您，明明是您和郑武郎的亲事，如今倒让3小姐捡了便宜。您这腿……捡便宜？那也得那是便宜才行。姑娘，大夫不是说要卧床3月，还说会残吗？青叔，你是我的心腹，如果我与你说我是重生而来，这一切我早有预谋，你信吗？姑娘，其实那日3小姐推您，我便有所怀疑，只是寻不清由头。若是这样，倒都解释得清了。青叔，郑家那个火坑，江明珠既然那么想要，我便如了她的愿。上辈子江明珠在阁楼推我，我避开了。我跑去告诉父亲，说三妹妹要害我，可换来的是什么？明珠只是想拉住姐姐，是二姐姐自己站不稳，怎么能怪到明珠头上？夫君，明珠这孩子平日里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又怎么会做这种歹毒的事？明月这孩子怕是自己不小心又看错了妹妹。你妹妹好心拉你，你竟敢在此含血喷人，污蔑你妹妹，真是平日里把你惯坏了。父亲本就偏心，那时候他根本不愿意相信江明珠会做那种歹毒的事，反而把我痛骂了一顿。老爷真是偏到了骨子里，可奴婢还是想不明白，咱们江家门第不高，老爷官职也有限，国公怎么就偏偏主动派了媒人，陷中了名声和伤势都不显得您？父亲曾经也算是个老实本分的人，后来见得多了，心思也变了，只当是天上掉了馅饼。世人都羡慕我，觉得郑武郎才华横溢，容貌俊美，多少世家贵女瞧不上我们江家，国公夫人却唯独瞧中了我。这难道不是国公夫人看中姑娘的人品？国公夫人瞧中的只是我的身世。我母亲早逝，继母不喜，外祖一家又远在边疆，不在京城，就算以后出了事，也没人能替我撑腰。出什么事？郑武郎他有断袖之癖。现在你觉得国公府那种门第，为什么要放着满京城的世家贵女不选，偏偏要选我？这奴婢也纳闷，若是娶了世家贵女，郑武郎的那点事定然是压不住的。可我不一样，我父亲只是个官职卑微的小官，母亲早逝，继母又视我为眼中钉，外祖家远在天边，没一个人能替我撑腰。那要是万一东窗事发？就算事发，我只会落个污蔑嫡子的罪名，这便是他们选我的缘由。他们纯粹把您当作遮丑的棋子。大婚当晚我独守空房，当初竟天真以为他嫌我家世梯位。这一次该让三妹妹好好体味一番了。
好啊，看来国公府确实看重明珠。那是自然，咱们明珠生得好，郑五郎又是懂怜香惜玉的。姑娘，三小姐回门，郑五郎竟然连面都没露。你看父亲和夫人，他们眼里只有那些珍宝。我的明珠，看到你如今过得这么好，我这做母亲的也就彻底放心了。母亲，我的夫君可是国公府嫡子，那是名满京城的郑五郎，嫁给他，我自然是过得极好的。倒是二姐姐，如今年岁已经不小了，这亲事本就耽误不得，如今偏偏又摔断了腿，这往后的亲事，只怕是难了。你这孩子，都已经是成了亲的人了，说话怎么还如此没有分寸？你二姐姐丢了国公府的亲事，又可能落下残疾，本身已经很难过了，你怎的还往她伤口上撒盐？是明珠失言了，母亲别气，我也是心疼二姐姐嘛。如今你既然代替你二姐姐嫁进了国公府，结识的也都是达官显贵，今后你二姐姐的亲事便免不了要劳你多帮着留意留意了。行了，明月的腿还得养一阵子，婚事的事情倒也不急。父亲，您如今就只有我跟三妹妹两个女儿，妹妹出嫁了，我若是将来也出了阁，这府里可就只剩您与夫人相伴了，女儿又岂能放心得下？眼下我伤了腿，亲事倒确实不必着急，只是您与夫人不如努力，给我和三妹妹添个弟弟，如何？明月啊，你原本还有个大哥，可惜在他3岁那年便因病夭折了。后来你继母何氏进门，生了明珠后，倒也为你父亲添过个哥，只是那孩子还没逐月就没了气。唉，许是我们江家这代子嗣不丰吧。父亲，女儿也是为了江家着想，待您100年之后，这偌大的家产该交给谁？况且妹妹现在嫁进了国公府，若无可靠的娘家可以依靠，此后受了欺负又能找谁说理去？够了，父母之事，小辈岂可妄议。明月，你上有腿疾，下去休息吧。明月，你这腿还没好利索，怎么就急着过来了？张嬷嬷，快扶二小姐坐下。老祖母时时挂记，孙女实在不孝，没法常在您跟前尽孝，反倒事事让您忧心。只是这几日卧床休养，我心里一直记挂三妹妹。她如今是国公府的少夫人了，威风的紧，有什么好让你不放心的？祖母，三妹妹回门时，郑五郎并未同来，想来要么是父亲官职西微遭轻视，要么便是他家中无兄弟撑腰。你继续说。祖母，父亲与夫人这些年夫妻和睦本是好事，可父亲早已年过40，膝下却无儿子延续香火。这事若是传出去，旁人嘴上不说，爱地里定会看清江家。更何况等父亲年之后，难不成真要从旁白过避外人，来为他摔盆送宾吗？胡说八道！我江家香火岂能交由旁支继承？是明月失言，只是我真心为父亲与三妹妹忧羞。不管是为三妹妹在国公府立足，还是保全父亲身后名声，府中实在应当添一位弟弟。明月，难为你受了这么大委屈，心里还记挂着江家。你有心了，张嬷嬷，去将我箱子里那套红宝石的头篦取出来。老夫人，那可是您当年三小姐讨要数次，您都未曾舍得送出。去拿。明月，国公府这事儿确实是你受委屈了，这套红宝石的头面就当是我这个做祖母的对你的补偿，你且收着。祖母，这太贵重了，女儿不能要。唉，多谢祖母赏赐。回去好好歇着吧。姑娘，这套红宝石头面是老夫人当年的陪嫁，价值不菲。往日三小姐屡次在老夫人面前撒娇求娶，老夫人始终不肯松口。
没想到今日您谈起子嗣一事，老夫人竟直接赏赐给您了。这些身外之物，我本就没有多少执念。不过，只要这东西不落在江明珠手里，我便高兴。二小姐，老夫人行事极快，前2日与老爷商谈过后，今日就往老爷后院抬了2名貌美妾婢进门。前些年老夫人不是早已歇了给老爷安排姬妾的心思，怎么这次突然变了主意？早前那几名妾室一直未能受孕，老夫人便认定是父亲过分偏爱何氏，才让他们难以诞下子嗣。二小姐说的极是，奴婢听闻新来2位姨娘来路不清，长相娇媚，手段更是厉害。今日刚进门就笼络住老爷，老爷半步没往何夫人院中去。那何夫人那边？奴婢方才路过何夫人院落，院内不断传出器物杂落声响，听院里侍女说，夫人近来脾气愈发暴躁，动辄训斥下人。姑娘，您的腿这算是彻底好利索了。自然，如今我的腿已经好了，也是时候该去向夫人请安了。你的腿好了？劳夫人费心，明月的腿伤已经好了。哼，既然好了，你不在自己的院子里好生待着，来我这里做什么？明月自然是来为夫人解忧的。夫人可知，越南尤氏的人如今已经来京城了。越南尤氏，可是那个出过神医，传言能活死人、肉白蚁的尤氏。正是。夫人，奴婢也听闻此事。当年皇后病重，太医全都束手无策，几乎备好后事。正是，恰逢尤氏来人游历京城，接下皇榜，施针用药救回皇后性命。眼来尤氏之名在京城无人不晓。尤氏的人行踪诡秘，连皇家都要礼遇3分，又岂是谁都能请得动的？你一个小丫头，哪儿来的本事？夫人若是不信，大可去打听打听。不过，若说明月真的能请得动呢？你当真有办法？说吧，费这么大周折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明月，尤神医要是真能让我怀上儿子，我何氏绝对不会亏待你。你生母当年的那些陪嫁，我替你管了这么多年，本来也该是你的东西。今日你只要能把尤神医请来，想要什么，你只管开口提条件。我不要别的，我生母当年从娘家带过来的12间临街商铺，还有城外200亩肥田，这些年的契书都在夫人手里锁着。二小姐，您这是要夫人的命啊！那12间商铺可全在京城最繁华的地段，开着胭脂铺、绸缎庄和酒楼，一年下来赚的尽像咱们整个江府全年的开销都要多。那本就是我们夫人的遗物，这些年若非我们姑娘年幼，又怎会一直扣在夫人手里？夫人，城外那200亩肥田可是年年丰收，这些年收上来的租子可全都进了您的私库，这要是交出去，您的底子可就空了。我只要求夫人今日就把这些契书都拿出来，当着我的面交到我手上。等夫人把东西给我，明天我就让神医亲自登门，给夫人诊脉开药。江明月，你这是狮子大开口！那12间铺子和200亩肥田加起来价值几十万两银子，那是我的命脉。我要是给了你，我手里的积蓄就少了一大半。二小姐，这胃口太大了，也不怕撑着。夫人长养家事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您这简直是明抢。你别以为现在拿捏住了我的痛处，就能如此漫天要价。这天下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尤神医，我不信离了他，我就怀不上儿子了。大不了我回头托我哥哥的关系去宫里求太医，甚至请太医院的院判大人来给我看诊。那便祝夫人得偿所愿。夫人既然这么有底气，那我也不拦着你。只是有一件事，夫人怕是不知道。夫人若认为太医院院判医术胜过我姑父，大可前去相请，又何必与我动气？青叔，我们走。夫人舍不得财物，我们不必自讨没笑。回我院中，今日之言就当从未提起。
只是我得提醒夫人一句，我亲生哥哥当年要是能活下来，如今也该娶妻生子了。可您看看您，嫁进江府这么多年，除了明珠，可生出过儿子来？你当真耗得起？再过数年，你年过40，纵使神仙出手，也难以受孕。待到膝下无子，后半生便无依靠。父亲已有多日不曾踏入你的院门，倘若有人抢先诞下男丁，你与明珠还能在江府立足吗？夫人，二小姐说的都是实话。近来老爷日日被那2位姨娘缠住，再也不来咱们院子。他们若是抢先诞下男丁，老夫人本就重男轻女，妾室您和三姑娘在江府再也没有立足之地，还要受人轻视。夫人，这可都是您这么多年攒下的家底儿啊！我今日将这些契书交予你，江明月，你务必记牢。倘若你敢欺瞒我，我何时不惜豁出性命，绝不会让你如愿。夫人放心，我比你更盼江府早日添一位小公子。你若诞下男丁，三妹妹便有兄弟依靠，往后在国公府的日子也能顺累许多。明月即刻回院，派人前往城中客栈迎接姑父。明日一早，游神医并会登门为夫人诊脉。姑娘，您慢些走，奴婢心都快要跳出胸口。您看，我们总算将夫人这些财物拿到手了。何氏霸占先夫人陪嫁，多年来尽享好处。奴婢还记得，先夫人珍爱的羊脂玉簪被她私自典当填补私用亏空。如今拿到这些器器，以后定要将玉簪寻回。不急，不急，那可是先夫人的遗物。赎回玉簪仅仅只是开始，好戏才刚刚上演。当年他借着继室身份从我母亲手中夺走的，远不止这些契书与一只玉簪。二小姐好。属于我母亲的尊严，还有她亏欠我们母女的性命，我悉数要取回，定要让她连本带利一一偿还。姑娘，明天游神医真的会来吗？万一……他一定会来，他是名扬天下的游神医，亦是我的姑父。江府亏欠我的一切，他会助我一一讨还。今儿怎么回事？二小姐一大早就让咱们把大门敞开，说是贵客要到。能有什么贵客？三小姐嫁进国公府回门，也就那点动静。来了，来了！二小姐，神医登门了。姑父，看到姑父，便想到当年在越南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小，整日跟着姑母在药炉里淘气，您总是无奈的笑，还蹲在院子里用胶泥给我捏过好多个小泥人。这一晃眼，竟过了这么多年。你这丫头，倒还记着当年的泥人儿。姑父，您可算来了。你姑母收到你的信就急得不行，整日愁眉不展，生怕你一个小姑娘在江府这深宅大院里受了委屈。她日日催我，特意让我提前半个月就往京城赶。你放心，你交代我的事儿，我都已经安排妥当了，绝对不会露出半分破绽。有姑父这句话，明月便放心了。江府欠我和我母亲的，今时今日也该开始还了。哎呀，有劳游神医大老远来江府，快请进，快请进！屋里已经备了上好的热茶，神医一路辛苦了。江大人，
请伸右手。有劳神医了，我这身体近年来总觉得有些力不从心。神医，在下这身体究竟如何？是啊，神医，老爷这些年也请了不少名医，吃了不少补药，可始终不见那喜讯。可是有什么根上的毛病？江大人的身体底子很好，早年并没有耗损过根本。那些说大人底子虚的，不过是庸医之言。神医此话当真？那为何大人只是这些年忧思过度，身兼公职，心神过于紧绷，导致气血有些不畅。只要按我开的方子，连续吃上3个月，清心寡欲，自然就能慢慢调理好。子嗣之事，大有可为。好一个大有可为！神医真乃当代华佗。按方抓药，不可有误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明月，你真是请来了一尊真佛啊！老爷，我就说咱们江家是有后福的。夫人，请坐。神医，我这还能生儿子吗？夫人的身体也并无大碍，只是这些年操劳家事，体内宫寒之症较重。若是想要子嗣，须得药方配合针灸，慢慢调养。那照您的方子，夫人多久能？不出3个月，调理得当，定能怀上孩子。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我江府终于要有小公子了。刘妈妈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，把那准备好的100两黄金取出来。是。神医，这点薄礼不成敬意，只要能成，江家还有重谢。神医，明月送您出府。姑父，今日多谢您了。这药你收好了，每日在你父亲的汤药里只需撒上枝干那么大的一点点，记住，要连续吃满2个月。吃满2个月后会如何？2个月后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自己的骨肉。这药是用越南的奇药配制，无色无味，一旦溶于汤涛，就算是宫里最厉害的太医来，也绝对诊不出来半分异样。那我会不会？放心，你姑母疼你，早就防着这一手了。我已经把解药制成了药末，放在你姑母前些日子给你的香包里了。你且将那香包贴身带着，这药的毒气便伤不到你分毫。姑娘，您怎么了？手怎么抖得这么厉害，冷得跟冰块似的？冷。青叔，你可曾试过？整个人被按进刺骨的冰水里，水疯狂往口鼻里灌，四周全是冷冰冰的黑暗，连一丝气都喘不上来。姑娘，您在说什么胡话呢？您怎么会经历这种事？那冰水里的冷意，我这辈子都忘不掉。如今，看着这个小瓷瓶，我只觉得我胸口憋了10几年的那股憋屈和怨气，终于散了半分。走吧，回屋。给三小姐请安，哦不，给国公府少夫人请安。王太医，跟紧了，本夫人带路。是，少夫人。母亲，我回来了。明珠，你怎么这个日子回来了？母亲，我听说你前几日病急乱投医，请了什么尤氏的人来看诊。我怕那人不过是个江湖骗子，特意求了国公夫人的面子，从宫里请了太医院的王太医过来，给您重新诊脉，顺便也看看那野中药方子有没有问题。二姐姐，也不是我说你，你平日里胡闹也就罢了，母亲的身体何其贵重，你怎么能随便从街上找个来路不明的野郎中来府里诊脉？万一吃出个3长2短，把母亲的身子吃坏了。三小姐，那可是越南尤氏。住嘴！你一个丫鬟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。
明珠，大呼小叫的，成何体统？母亲，您可别被二姐姐给骗了，我这可是为了您好，国公夫人特意赏了面子，我才把太医院的王太医请来的。您快把那野郎中的药方给王太医瞧瞧，可别是些害人的虎狼之药。明珠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什么呀？游神医的本事是连皇后娘娘都亲身体验过起死回生的，那是名满天下的神医，怎么可能是骗子？你这嘴上没个把门的，要是传到神医耳朵里，咱们江府还要不要见人了？赶紧给你姐姐赔礼道歉。母亲，你怎么能帮她说话？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。我怕她江明月狗急跳墙，故意给你开错药，害你这辈子都生不出儿子。她肚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坏水？难道您不知道吗？先前她就是故意装作摔断了腿，把我骗去替她嫁给郑五郎。现在她又巴巴的把那什么神医请来，说不定早就想好了使什么坏心眼来害我们母女。放肆！我平日里就是太娇惯你了，才让你在家里说出这等大逆不道、毫无教养的话。你姐姐为了我的身子不计前嫌，辛辛苦苦去客栈求了游神医来给我看诊，全心全意帮我求子。你作为妹妹，不但不感应她的好，还在这里血口喷人，反过来污蔑她。你现在就给我滚，滚回你的国公府去！这段日子你都不要再回江府了，好好闭门思过，反省反你今天说的这些疯话。母亲，你糊涂啊！姑娘，夫人今儿这一巴掌可真是下了狠手。三小姐走的时候，那眼睛肿得跟桃子似的。不过是一巴掌罢了，比起我前世受的，这算什么？不过她们母女俩现在居然就开始生出嫌隙了。可不是嘛，三小姐只当夫人不护着她，夫人又怪三小姐坏了她的求子大计。这以后的日子啊，只会一天比一天更热闹，咱们且瞧着吧。夫人，天气闷热，熬药交给下人便可，您不必亲自守着。你哪里明白？此事关乎终身，下人若是失手，谁担得起后果？三小姐受罚后1月未曾回府，夫人，您当真不惦记她吗？哼，明珠如今是国公府少夫人，不愁衣食。等我生下歌儿，咱们地位稳固，她有亲弟弟依靠，婆家自然不敢怠慢。眼下我没空顾及她的脾气。二小姐，这是老夫人吩咐库房为您挑选的新缎料，这套鎏金海棠头面取自百宝阁，老夫人送来给您添彩。劳烦嬷嬷代为答谢祖母，不知祖母近来身体如何？好着呢。老夫人瞧见夫人日日守炉熬药求子，心中十分宽慰。老夫人时常说起，多亏二小姐深明大义，请来游神医，一心为江家，极为孝顺。这都是明月该做的。姑娘，您瞧瞧，如今府中下人见到您无不恭顺，全都把您视作江家大功臣。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。你下去吧，这药我亲自给父亲端过去。是，二小姐。父亲，夜深了，喝了这碗乌补的药，早些歇息吧。明月，你姑父不愧是神医，为父服药1月，身子日渐精神，条腿都轻快许多。父亲身体康健，便是女儿最大的福气。他饮下断四汤药，尚且自以为前程大好。二小姐，你
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些年你们在府中受尽冷眼，无法生育，遭老夫人厌重，还被何夫人百般刁难，这般日子苦不苦？苦。二小姐，我们本就是普通人家的女儿，家里为了几十两银子给弟弟娶媳妇，就把我们像牲口一样卖进这江府。这些年，老爷只有新鲜劲儿上来的时候才来看一眼，何夫人更是恨不得我们死。生孩子，我们拿什么生？若我说我有办法让你们以后再也不用看他们的脸色呢？这2000两银子只是定金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只要你们每次伺候完父亲，必须喝下这碗我亲自调配的婢子汤。倘若被老夫人察觉，我们难逃一死。可你们一旦怀有身孕，何氏绝不会让你们平安生下孩子。乖乖听命，以后我备足秦两送你们离府，觅良人安稳度日，重获自由。二小姐，我这条命归您，我受够江府冷眼，全都听您安排。我也愿意听从吩咐，只要能离开此处，常年服药，我也甘愿。哟，二小姐这般夜深，怎会到访我们这偏僻住处？别装了，昔日楼中老鸨早逼你们服下绝育汤药，你们此生无法受孕，不是吗？二小姐打尖的可真清楚，我并非揭短，是送你们前程，每人500两，安分伺候人，守好秘密，我保你们衣食无忧。二小姐通透，我们知晓该依附何人，秘密绝不外泄。这笔交易我们应下，只要银子够，二小姐想让咱们说什么，咱们就说什么。你们最好记住今天的话，若有半分异议，我会让你们知道，江府的规矩比篓子里的红杠还要疼。姑娘，您真是神机妙算，4个姨娘，2个喝药，2个根本不能生。老爷还每天在那儿喝补药，以为自己老当益壮，他哪知道这整个江府的种早就断了。不仅是种断了，这江府的一切皆在我掌控之中。何事我会亲眼看着你坠入自己掘下的深渊，整个江府局势已然尽数握于我手中。这是为夫人专门炖的红参老母鸡汤，老夫人特意嘱咐了底下的厨子，这鸡汤里连一根杏寒的配料都没敢放。算你识相，我们夫人最近正值调理身体的关键时候。夫人，你平日里最爱吃大闸蟹，怎么今天连这蟹黄蒸蛋都不碰一下？夫君，妾身最近胃口有些不适，闻不得这海物的腥味，今儿看着这螃蟹倒是提不起胃口了。姑娘，您瞧夫人那样子，奴婢听说她这些日子早上一闻到厨房的油烟味就吐得厉害。她憋了这1个月，不过是想在今晚当着全府和父亲的面给江家一个大惊喜罢了。何氏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这些螃蟹往年你吃的最欢，今儿怎么连碰都不碰一下？你老是跟老婆子说，是不是那月信晚了？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母亲，儿媳的月信确实已经晚了1个多月了，只是这些日子府里里里外外事情多，儿媳怕是空欢喜一场，便一直还没来得及请大夫来看诊。今晚这螃蟹毕竟性寒，儿媳怕贪嘴吃坏了肚子，这才一口都不敢碰。张嬷嬷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拿着我的对牌去把孙大夫请过来，用最快的马车去接，快去，别耽误了半分功夫。是，老奴这就去，保证以最快的速度把孙大夫请来。母亲，您这是……夫人她莫非是……儿啊，大喜大喜呀！你媳妇儿怕是有信了。青叔，看戏了。老天爷，夫人真怀上了，这府里怕是要变天了。可不是，要是真添个小公子，那二小姐今后的日子……姑娘，您怎么还吃得下？万一孙大夫查出来……
慌什么？这蟹黄鲜得很，几乎要在舌尖化开了。这场戏的大幕才刚拉开，咱们得坐稳了。看这红绸缎背后盖着的，到底是喜还是丧？江大人，老夫人，老夫失礼了。行了，那些虚礼就免了，快给夫人诊脉。大喜，天大的喜事啊！恭喜江大人，恭喜老夫人。孙大夫，真的有了，千真万确。夫人这脉象如走盘珠，乃是标准的滑脉，已经有喜悦余了。而且老夫观这脉象沉稳有力，跳动异常活跃。凭老夫30年的行医经验，这绝对是个男胎呀！好啊！我江家终于有后了！恭喜老爷，恭喜老夫人，咱们江府终于要迎来小公子了！天佑江府，江氏一族后继有人啊！老天有眼，我就知道游神医的方子有用。我不过是喝了1个多月的调理药，就当真成功怀上了。尤氏的医术果然是天下第一，名不虚传啊！好，确实是天下第一。是啊，这次能得这个孙子，多亏了咱们明月。要不是明月孝顺，费尽心思把游神医请过来，咱们江府哪有机会盼到这个大胖孙子？明月啊，你这次可是咱们江家上下当之无愧的大功臣，回去祖母重重有赏。祖母言重了，只要能为父亲和夫人解忧，明月做什么都是。夫君，你疯了！你为什么打我？老大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他肚里还怀着江家的骨肉啊！夫君，我辛辛苦苦为你求子，好不容易怀上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姑娘，刘妈妈要溜，想去给舅老爷何大郎报信。不用管他，他跑不掉。你这是发什么疯？夫人好不容易怀上子嗣，怎能动手殴打？若是伤及腹中孩儿，我绝不轻饶你。什么孙子？那根本就不是我的种！这个不知廉耻的贱妇，她背着我偷人，如今有了野种，还想赖在江家头上，算作我的嫡子。我今天非要亲手打死这个荡妇不可！江大人，动不得粗啊！夫人身怀6。老大，你在胡说些什么疯话？这怎么可能？夫君，你怎能这般污蔑我？我加入江府多年，恪守本分，近月闭门调理白孕，极少出门，众人皆可作证。这孩子分明是你的亲骨肉。我的？你这不知廉耻的贱妇，死到临头居然还有脸狡辩！老大，使不得，打不得呀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说清楚？好，我今天就说明白。上月明月请游神医为我诊脉，他私下断言，我此生再也无法生育。游神医，他当真这么说？哼，游无界医术通天，乱断绝不会有错。我无法再生育，你却怀有身孕，说这野种究竟是谁的？神医诊断老爷不能生，那夫人的孩子……嘘，别说了，不想要命了。不可能！你定是记错了。当日游神医当众问诊，明明说你只需调理身体，便可子嗣有亡。那方子不值一提，不过是游神医看在明月前面给我留的最后一块遮羞布。谁愿意当众承认这种事？游神医看破我不孕，顾及颜面，
只开温补寻常药材，宫中太医也证实此药无法医治我的顽疾。游神医是救过皇后娘娘命的圣手，他断定的结果难道还会有假？他在偏厅私下里告诉我的时候，那眼神里的怜悯，我这辈子都忘不掉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他有无求犯得着骗我吗？我的天，那夫人肚子里的到底是哪来的野种？老爷这回是彻底丢了老脸了，你看那脸紫的，夫人怕是活不成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我没有，我日日待在院中，从未见过外男。夫君，我真的没有偷人，我不知道神医为何这么说，但我真的只有你一个男人，这孩子是你的，我没有偷人。父亲，您先息怒，祖母年事已高，身子弱，今日本是喜日，切莫气坏了祖母的身体。父亲，夫人纵然有错，三妹已是国公府少夫人，家丑不可外扬，此事一旦闹大，传入国公府，只会耽误三妹以后立身做人。他娘德行败坏，伤风败俗，辱没江氏祖宗，他也别想安稳做国公府少夫人，纯属痴心妄想。我江某人半生最重脸面，如今出此污秽丑闻，我绝不能受此奇耻大辱。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廉耻的贱妇给我捆起来，把她拖去后院偏僻柴房禁足。未经我许，谁敢送水送粮，一律打断腿脚发卖。即刻转换何家来人，彻查这桩丑事。夫君，明月，我是冤枉的。明月，你帮帮我，孩子是江家的呀。少夫人慢点，小心裙摆。娘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他们怎么敢把你关在这里？明珠，快去求你爹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真的没有偷人啊。父亲，你怎么能把我娘关进柴房里？我娘她平日里是何等谨小慎微的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怎么可能做出偷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？你肯定是冤枉她了，你快把我娘放出来！冤枉他，我冤枉他。游神医那是连当今皇后娘娘的命都能救下来的活神医，他亲口断定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孩子。他肚子现在却挺起来了，太医和孙大夫都说是滑脉，已经有喜1个多月了。你告诉我，如果不是偷人，这个贱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？是你，江明月，是你搞的鬼，对不对？那个游神医是你亲姑父，你故意假装腿断了，故意把你的好姑父请到府里来，就是为了合伙做假诊断，合伙设计我娘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心肠歹毒的毒妇，我今天非要替江家清理门户，打死你这个小贱人！放肆！你娘做出苟且丑事，辱没江家颜面，你不劝她认罪，反倒肆意污蔑你姐姐。呵呵，不过做了几日国公府少夫人，便狂妄至此，眼里早已没有我这个父亲了。父亲。哼。
了，都给我闭嘴！闹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这事儿暂且定下，将何氏禁足后院柴房，专人看守，为保江家名声，此事严禁外传，绝不能让外人知晓。母亲，难道就这么放过那个贱妇？先将他关押候诊，待查清真相，冤屈自会平反。如今只能暂且处置。祖母所言极是，此事外传会连累三妹妹，辛苦祖母费心操劳了。江大人脉象康健，身体无疾，唯独子嗣缘分浅薄，实属天命难违。放屁！你此前说我底子康健，如今又断我无子，你们这群庸医定是收了何家好处？大人息怒，张嬷嬷，速送太医出去，传下一位大夫。这都第10个了，全京城有名望的大夫都请遍了，谁说不是呢？听说老夫人连隐居在城郊的那位孙老先生都请来了，结果大人气血充盈，但体内精气受阻，此生恐再无子嗣。何氏求了那么久的真相，现在终于要浮出水面了。我倒要看看，当父亲彻底相信自己不能生之后，会怎么处置那个怀着野种的夫人。全是这样的结论，全是一样。何氏，你这个贱妇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老爷，这些诊单撕了也就撕了，您保重身子要紧。兴许什么？兴许那个贱妇肚子里真能给我蹦出一个姓江的儿子？姑娘，老爷把自己关在里面喝了1下午了，那可是烈性的竹叶青，这么喝下去，怕是要出事。出不了事，心里的火不烧透了，他怎么下得了那个狠手？来人，都死哪儿去了？来人！老爷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去，把何氏那个贱妇给我带过来，就在今晚，就在后院的池塘里，把她给我沉塘。沉塘，老爷，夫人肚子里可还怀着什么？怀着那个不知哪个奸夫种下的野种吗？那是我的耻辱！去办，立刻去办！贱妇，你不是说要给我生个儿子吗？去水里生吧。老爷，绳子备好了，石块也沉在下面了，现在就动手！父亲，求你饶母亲命！看在我舅舅何大郎的面子上，舅舅如今在户部得势，即将升迁，以后定会辅以江家，助力您的官途。父亲，您今日若是杀了母亲，舅舅绝不会放过您，江家承受不住后果。你们母女怕是早就串通好了。你母亲做出丑事，你竟敢拿舅舅来威胁我！姑娘，舅老爷的势力反倒成了催命符。作死之人，向来懂得火上浇油。就算处死这不守妇道的夫人，她又能奈我如何？还愣着做什么？给我扔下去！是。
娘，您的手怎么这么抖，脸色也白得吓人，是吓着了吗？冷，青叔，你可知道那种感觉？冰冷刺骨的水灌满口鼻，想喊却喊不出，肺里如同灼烧，放眼望去，只剩下无边黑暗。姑娘，您在说什么？上辈子我也是这样沉下去的，那时候我连最后一句喊冤的机会都没有。如今何事终于也尝到了，我胸口憋了10几年的恶气，今天终于散了。父亲，我回公府了。三妹妹保重。还没找到吗？京城各处全都搜寻过，游神医怎会凭空消失？回老爷，奴才四处蹲守，游神医上月之后便不见踪影。有人看见他出城前往越南，没用的东西！继续派人前往越南搜寻。若是寻不到游神医，耽误老夫人病情，绝不轻饶你们！父亲，大夫叮嘱您保重身体，祖母由我照看，您先歇息片刻。嬷嬷，去药炉那边照看，此处有我。哎，二小姐有心，老奴去就回。明月啊，明珠回来了吗？我想见见她。老夫人，您看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祖母，三妹妹自顾不暇，不会前来。在您离世前，我有几件事慢慢讲给您听。您可知晓，何氏腹中男胎确实是父亲骨肉，他从未与人私通。尤无倔神医是我的亲姑父，他原本的方子本可调理父亲身体，只是我每日都在父亲汤药中掺入姑父备好无色无味的绝色药。您请来的名医皆被我蒙蔽收买，您为父亲纳的姨娘早已被灌绝育汤，终生无法生育。您瞧，江家彻底断子绝孙了。祖母，这一切您满意吗？好啊！你这个孽！祖母，走好。国公府五公子当真古怪，来江家奔丧，竟还带着贴身书童。你不知内情，二人终日形影不离，江家三小姐往后怕是要独守空窗。五郎，我娘、祖母都走了，我心里难受。你陪我去我院中走走，我有话想单独对你说。人多眼杂，有什么话回去再说。原来是这样，你婚后从不敬我，厌弃我，只因你心仪男子。你这卑贱小人，骗我嫁入国公府，从头到尾，我只是你们遮羞的幌子。想不到国公府五公子竟是段秀，难怪成婚许久唯有身孕。拿江姑娘做挡箭牌，江家祸事接连不断。你这个疯女人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你在这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胡说？我没有胡说！诸位请看，就是此人，郑五郎夜夜与他同寝吃同住，同榻而眠。郑五郎喜好男色，可以骗婚生生毁了我的一生。
姑娘，我真的没有。闹够了没有？这是什么地方？由得你撒野？国公府素来门第清高，谁知五公子有断袖癖，实在辱没家风。他迎娶江家庶女，分明是拿姑娘充当遮羞布。诸位听课，今日京城一桩天大奇闻，国公府正五郎竟是断袖。当真？他不是迎娶了江家姑娘吗？江老夫人灵堂之上，姑娘当众撞破他与美书童的私情。姑娘，如今这件事传遍京城，人人都说国公府骗婚，正五郎喜好男色。国公府向来看重声誉，这般丑闻绝不可能忍下。等着瞧，明日便会有分晓。梁大人，此乃国公爷亲笔修书，将是当众污蔑夫君举止泼悍，国公府不敢攀附，嫁妆原样归还，两家从此恩断义绝。我不活了，我没脸见人了。明珠，你疯了！死了就什么都没了。哭解决不了任何事，你先去找你父亲服软认错。就说一时糊涂失了分寸。我娘因他遭难，如今他还要休弃我，我凭什么低头服软？蠢货！舅舅很快便能升迁，有我在，江家不敢轻视我们。你主动请求返回和清老家，为老夫人守孝，既可避开京城漫天流言，还能保住你的名声。等1、2年风波平息，舅舅手握实权，再为你挑选良配，我们依旧可以东山再起。我听舅舅的，江明月、江父，今日恩怨，来日我逐一清算。父亲，祖母离世，女儿悲痛万分。女儿自觉往日孝道有亏，自愿回和清老家，结庐守墓3年，尽报孝恩。明月，你这又是何苦？你的腿伤方才痊愈，和清老家日子清苦。父亲，女儿心意已定，三妹妹遭遇变故，该留在京城侍奉父亲。李仲由我前往老家守孝。明月，路途之上务必保重，倘若受了委屈，及时传信回家。父亲请回，女儿不在身旁，您千万保重身体。姑娘，我们当真不前往和清老家？回老家，好戏才刚刚启幕，我怎能缺席？二小姐，老将军对我等有再造之恩，我等为您马首是瞻，万死不辞。不必拼死，我有一计，只需让何大郎在花楼之中闹出一场意外即可。小美人这般俊俏，随爷入房享乐，银子管够。区区户部侍郎竟敢在京猖獗，调戏本王之人贪没朝廷巨款，即刻将奏折呈递父皇，本王要何家满门伏法。何大郎身居官务，不思尽职奉公，反倒徇私舞弊，肆意妄为，罔顾朝堂律法，胆大至极。父皇息怒，何大郎多年利用职权结党遗私，搜刮民财，证据确凿，此等蛀虫不严惩，难以安定民心。传朕旨意，何大郎欺君受累，秋后处斩，抄没何家全部家产充公，何家九族永世不得入朝文官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慌慌张张像什么样子？究竟发生何事？圣旨抵达京城，何大郎贪腐强辱女子，被判秋后处斩，何家全数抄家，家产充公。什么？舅舅被抄家了！
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你舅舅上月才上奏升迁，胜券正好，怎会转瞬垮台？怎么可能？江家众人听着，凤凰命清查前户部侍郎何大郎私产，所有人速速避让，胆敢阻拦，格杀勿论。哟，江大人，大祸临头之际，父女二人倒是好兴致，在此争执不休，真是一场闹剧。官爷，此事究竟是何缘故？我素来安分守己，恪守本分，何大郎的过错与我江家毫无干系。毫无干系，请送。前户部侍郎何大郎肆意妄为，私敛巨资，圣上龙颜大怒，3日前已然下旨定罪，何家全数查抄惩罚。江家这些年依仗何家势力，借势攀附，捞尽便利。你这身官职来路，旁人皆知。朝廷下令，牵连副从一概查办，即刻革除功名，收缴所有官印信物。不能！我的功名，我的前程，官爷求求您网开一面。哼，还等什么？动手！我的官印还给我，那是我的官印啊！来。姑娘，您看三小姐这般模样，往日有多骄横，现下便有多绝望。她失去何家依仗，生母早已不在，赖以依靠的舅舅身陷囹圄，江府如今只剩空壳，她又是被遣返回家的人，你认为她武后如何在京城立足？国公府那般地方最为凉薄残酷，她背负这般境遇回去，无论如何都难以善终。这条路是她费尽心思争来的，郑家那处泥潭是她执意踏入，便该预料落得惨淡结果。走吧，京城之中好戏尚在后头。江大人，哦，如今该直呼江文清了。国公爷吩咐，府内近日事务繁杂，少夫人需要静养，暂且不必着急返回国公府。管家，明珠她毕竟是……如今江家生出重罪，处境难堪，切莫再攀附国公府，不要将祸事牵连过来，辱没世家声望。少夫人，不对，小姐，家里实在没有余粮了。大厨房被贴了封条，这还是奴婢去街角用最后一支银柴跟人换了半斗糙米熬的。您将就吃2口吧。这种粗劣食物你要我如何下咽？我爹在哪儿？他往日相交的同僚，快叫他们送食物过来。小姐，老爷早已被免去官职，旁人避江家如同避祸。今早老爷前往陈府求助，连大门都不得踏入，直接被家丁驱赶，不会有人愿意接济我们。诸位客官，今日不说前朝旧事，单说这京中最热闹的新鲜事儿。国公府那位有名的五公子郑五郎，近来可是干出一件震动全城的大事。国公府郑五郎近来日子过得逍遥，他将容貌出众的书童悄悄安置在城郊别院同居。嚯，此事倒是新奇。那书童当真生得这般好看？何止俊秀，听闻二人日夜相伴，形影不离。别院大门紧闭，外人难以靠近。要说江家小姐实在可怜，比起那位书童远远不及。郑五郎，我独自煎熬受尽冷眼，你却同旁人在别院逍遥度日。郑五郎，今天我一定要当面问清楚，你到底把江府，把我江明珠当成了什么？什么人？这可是国公府别院闲杂人等。江明珠，你这个泼妇，谁让你闯进来的？给我滚出去！滚！你让我滚！郑五郎，你告诉我往哪里滚？快拦住他，保护五公子！啊，我的脸！
公子伤得太重，怕是难以痊愈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出大祸了！三小姐在别院把国公府的五公子给废了。你说什么？三小姐拿剪子扎烂了郑五郎的要害，血流了一地，说是彻底没救了。国公府已经带人把三小姐扭送官府了。老爷晕过去了。咱们真走啊！老爷这眼看是不行了。不走留下来等死吗？江家得罪了国公府，又被抄了家，连个米粒子都没剩下。快走，别废话！我把账房最后那几两压箱底的银子全弄过来了，这江府彻底散了，各奔前程吧。树倒猢狲散，这江家比我想象中烂的还要快。姑娘，里头已经没人管了，江大人在那儿躺着，几个姨娘都不敢近前，连口水都没人送。去，按我之前计划的，通知沙姨娘过来见我。江文清，你这辈子最爱体面，最怕孤苦，如今这众叛亲离的滋味才刚刚开始。沙姨娘，二小姐给的那几张银票，您可收好了？自然收好了，这可是咱们下半辈子的靠山。老爷，您瞧，这是我托人从城外找的那位游方大夫开的方子。那大夫说了，这药吃下去啊，保准让您精神抖擞，每日清醒的时间比谁都长。只是啊，这身子却得老老实实瘫着。您这辈子除了能看能听，这指头尖儿都别想再动一下。老爷，您别这么瞪着我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我跟您讲讲这江府里您不知道的那些趣事儿吧。您还记得尤神医吗？那是二小姐的亲姑父，您喝的补药都被加了料，是断子绝孙用的。还有被您陈塘的何夫人，她怀的是您亲骨肉。您只信神医，却不信她的清白。哟，这是何氏留下的最后一点首饰了吧？老爷，您可得好好活着，没了这些首饰换银子，我拿什么给您买每天醒神的药呢？姨娘，他这几天饭也没吃几口，水也不喝，就这么死挺着，咱们要不要？管他做甚，二小姐给的药可金贵着呢。那游方大夫说了，只要这药不停，他就一直清清醒醒瘫着，就算不吃不喝，阎王爷也收不走他的命。那他这不得折腾几十年？没人伺候的时候，连饿几天都没人管，这活着比死了还受罪。那也是他该得的报应。你瞧瞧他那眼神，天天盯着房梁，亲手陈了发妻，逼走女儿，临了落得断子绝孙、孤苦无依的下场。哭，老爷，您流着眼泪慢慢哭吧，往后几十年就老是在床上躺着，好好想想当年的所作所为，这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滋味，您受着。姑娘，马车已经备好了，咱们要走了吗？走了，这京城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。前路漫漫，山高水长，我再也不是那个困在深宅大院里，等着被人摆布命运的江家嫡女了。我要往南走，去看漫山红枫，去看洞庭荷花，去看东海朝阳，去踏遍这万里河山的每一寸土地。往后余生，只属于我自己。